在最近一波娱乐圈热议中，一个看似普通却意味深长的“风”字，再次将两位顶流人物推向舆论中心，王一博与肖战。一个是 GQ 预告片中若隐若现的风又起了，一个是此前采访或作品中反复出现的自在如风。当这两个意象在时间线上悄然重叠，网友们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微妙的呼应。一时间，巧合还是暗藏联系的讨论迅速席卷全网。有人说，这不过是娱乐圈常见的文案风格重复，也有人坚信，在这些看似随意的表达背后，隐藏着更深层的情绪共振与叙事逻辑。那么，这股风究竟只是偶然吹过，还是承载着某种难以言说的默契？在中文语境中，风从来不是简单的自然现象，它可以是自由，是变化，是无法被束缚的灵魂，也可以是情绪的流动，命运的转折，甚至是人与人之间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连接。当王一博在 GQ 预告中以风又起了为核心表达时，这句话本身就带有一种叙事的延续感。它暗示着某种曾经存在，如今再度回归的状态，是事业的再起，是情绪的复燃，还是一种无声的回应？而另一边，肖战所传达的自在如风，则是一种更加内敛却坚定的态度。那是一种经历过风浪之后，对自我状态的重新定义，不再被外界束缚，不再被流言左右，而是像风一样自由流动，随心而行。当风又起了遇上自在如风，两种不同语境下的表达，却在情绪层面产生了惊人的共振。如果仅仅是单一事件，或许很难引发如此大的讨论，但关键在于这两个风的表达并不是孤立存在。从时间节点来看，自在如风并非近期首次出现，它更像是肖战一贯风格的延续，一种对自我状态的总结与表达。而风又起了，则出现在王一博的新一轮时尚曝光中，带有明显的重新出发意味。两者并未直接关联，却在公众视野中形成了一种对话感。这种对话并不需要语言的明确指向，而是通过意象、氛围、情绪的相似性，让观众自行拼接出一个完整的叙事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才会有人感叹，看懂的人都沉默了。不可否认，在这场讨论中，粉丝的参与起到了关键作用。博君一肖这一标签本身就承载着大量情感投射，当任何具有呼应感的细节出现时，都会被放大、解读，甚至赋予新的意义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这是一种典型的意义建构过程。观众并不仅仅是在接收信息，而是在主动参与叙事，他们将零散的符号拼接起来，构建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情感世界。风在这里不再只是风，而是一种隐喻，是未曾说出口的话，是无法公开的联系，也是时间与记忆之间的桥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现象并非完全偶然。在当今娱乐工业中，留白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表达策略。比起直白的叙述，模糊、开放的意象更容易引发讨论与传播。风又起了，没有解释风从何来，自在如风也没有定义何为自在。正是这种不完整，让观众有了参与的空间。而当两种留白在不同时间、不同语境下交汇时，就会产生一种类似命运巧合的观感，仿佛一切早已安排，却又无从证实。如果再深入一层，会发现风这个意象之所以如此容易引发共鸣，是因为它具备几个独特特性：不可控制、
风无法被抓住，象征着无法掌控的命运与情感，无形却真实，看不见却能感受到，就像人与人之间的某种联系，持续流动。风不会停留，意味着时间的流逝与关系的变化。当这些特性叠加在一起，风就成为了一种极具张力的表达工具。因此，无论是王一博的风又起了，还是肖战的自在如风，都不仅仅是文案，而是一种情绪的编码。当然，我们也需要保持理性。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，很容易将巧合解读为必然，将独立事件串联成完整故事。但现实与想象之间始终存在一条边界，也许这真的只是两种独立的表达，也许这种呼应感更多来源于观众的情绪投射，又或者在复杂的娱乐叙事中，本就存在着某种难以言说的默契。答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这种讨论本身已经成为娱乐文化的一部分。归根结底，人们之所以会为风的呼应而激动，是因为它触动了某种更深层的情感需求。我们渴望连接，渴望理解，也渴望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条线索。当风又起了与自在如风相遇，它们不仅仅是两句话，更像是两个世界短暂交汇的瞬间。那么，你怎么看这一次的风系意象呼应？你觉得这只是巧合，还是一种被精心设计的表达？在你心中，风又代表着怎样的情绪与意义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一起讨论这些细节背后的故事。感谢你看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解析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和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。